Hello， 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接下来我们就赶快认识一下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，来吧。Hello， 我是赵鹏，好的爱就是要无限畅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瑞，努力做大家的爱情保安。大家好，我是珊娜。女生呢可以偶尔依赖，但是不能完全依靠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，中国广电192就要爱，一人一个靓号，谈恋爱方便。大家好，我是影视演员白庆玲。我的爱情观点是，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人，只有人愿意相信你是完美人，而你也愿意用一生的忠诚和坚守不负这份信任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赶快的有请今天我们3对求助嘉宾，欢迎他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霍先生43岁，来自哈尔滨个体；魏女士42岁，来自哈尔滨个体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我们在一起10年了，去年因为一些事情呢，我们分手了。今天我来参加节目，就想和他复合。他分手后都我告诉法庭了，还怎么让我跟他和好？我知道这样做不对，这样做就是为了要见到他，希望他能原谅我。我们之间的矛盾太多了，复合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看完短片有一个大概情况的了解，您2位现在是分手的状态啊，所以你们现在不是情侣，也不是夫妻，是前任，对吗？对的。对，是这样式的，我们是中学同学，然后就各自成家了。13年我到这个广州去办事情，正好想去看看他，没想到他那时候他也离婚了。然后经过几天的相处呢，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在一起了，就这样分分合合10多年。那时候我俩各自打拼嘛，也是赚了第一桶金，他赚的比较多。然后呢，之前因为我就是做服装的，做了10几年，他就认为我这面就是说服装这个行业不应该扔，就拿他赚的钱向我投资。我就想这部分钱应该给他家人。第一，他也有孩子，也有父母，然后他背井离乡的陪我来到广州，然后有的他给您投资的这个钱，您最后要了吗？要了，因为我也投资了一部分，但是我拿的钱就是稍微少那么一点，但后期我也投入了不少，我俩加吧一起大几10万，因为在广州做生意肯定档口费还要很贵的。有一次我俩吵架很凶嘛，然后我就要分手，他就让我写欠条，他就那意思，我给你投资了这么多的钱，你这就走了。当时欠条根本不是我要让你写的，是你自己主动要写。那是你让我写，你不让我写，我写他干嘛？我有病吗？咱俩喝完酒之后，然后你非得要跟我分手，我说那我问我的债务怎么办？你说你非得要说那我承担。你说你除非给我写完欠条，我也是一着急一生气，我想马上就是跟他分开，我就写了。那个欠条我也没当回事啊。你没当回事，你能拿这个欠条出来告我啊？那最后是不是因为你怎么找你，你把我的电话不接，手机拉黑？拉黑谁先拉黑的？是不是有一天晚上和家人吃饭，他有点喝多了，我就有点情绪上来了，就这些年堆积在一起，可能真就到马上有个结果了，我就觉得有点累了。然后呢，他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，再见我的独木桥，然后就给我拉黑了。第2天早我才看着，那你给我拉黑我留你干啥呀？那不是当天晚上。那原来咱俩这么长时间吵架。我打断一下2位啊，我先问一下，就这个欠条的事，你们觉得情侣之间如果要是就这种做生意投资，是不是应该写个欠条？因为毕竟不是夫妻关系嘛。如果是做生意投资的话可以写，但如果是合股的话，那就是2个人一起得做。所以我特别不理解你们到底是做生意投资，还是2个人就想合伙做这个生意？投资。那如果是投资，那就是该还。这个钱说明白了。他认为是投资，但是他当时不是那么认为投资。不是，那我出来旁边说句话啊，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他写这借条？我不管，但是你要跟他一块做这生意，你是不是就想绑死了人家？不是，老婆，我觉得当时他就是人家不想做这生意，是你非让人做这生意，做这生意2个人财产一混同，不就跑不了了吗？恋爱的时候咱们关系纯粹点，恋爱关系就是恋爱关系。里面再把钱掺和上，你用了他的钱，你不嫁他，你都不好做人。因为我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一无所有的，我是把房子卖了，我俩要重新回到广州的，就我俩认识以后，所以说我俩每次吵架，我也没说让他写借条啊。所以啊，那个时候你们的感情是很纯粹的，
但是后来你们俩感情不纯粹了，不光是感情关系了，你们两个还变成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了。对，那你们现在要解决的是债务还是感情啊？解决感情啊。你告人干嘛？我俩不分手了吗？然后就把手机什么就找不着他了。他的本意就是找我沟通，我还不勒他，不勒他就把我执行了。那我被逼无奈，我肯定要去找他呀。结果他说，其实这个钱我没打算让你还，但是呢，你要不出现，我就一直锁着你，你肯定会来。因为你得用钱呢，我说你这不是回我呢吗？最后他说，你看你出现了吧？他说你这个钱你这样，一天你还我1块，我就让你每天睁开眼睛必须第一时间跟我联系。哎，我就这么问你一句特别直白的，你对他还有感情吗？我挺恨他，说实话。你恨他，你今天来这儿干嘛来了？但是他这段时间在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嘛，上单位接我呀。然后就是给我买我平时爱吃的东西，其实这个东西没有多少钱，但是我实实在在看他的转变了，所以我给他一个机会，跟他站在这儿。说实话，毕竟10年走下来也挺不容易的。之前有很多的恶习，我现在就是说也在慢慢一点点考验他。什么恶习？爱喝酒，就这么说吧，就是说有一次我俩吵架嘛，吵架以后我要走，他就不让我走，然后就把手机摔得稀巴烂。那你说为啥不让你走啊？那不是你跟你前夫跟你家孩子到那去吃饭，你然后回来我生气吗？你生气你就摔手机呀？你生气你喝酒就说呀？那不是在广州吗？你不喝酒，你不能正常说话呀！你看就这么样为自己找借口。当时我们两个是白手起家在广州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没有多少钱，是他前夫跟孩子也不出现。这会儿给他拿钱开了档口之后呢，这样他前夫的母亲姐姐。他前夫过年过节天天打电话，拿孩子勾着他，1个礼拜吃2次，而且必须是他花钱。最可气的是，他前夫在哈尔滨要领孩子去看个电影，让他在广州给订票，然后还得买爆米花什么玩意儿都得买好。因为他不太会使那个就是美团在网上。我说那就拿现金就完了呗？那你到那边有人工可以买票的，因为是这样的，我打断他一下，因为就是我前夫吧属于一个大巨婴，我俩离婚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了。我说我俩见面就是为了让孩子，爸爸妈妈离婚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很爱你的，甚至其他没有别的，甚至我24小时都跟你捆绑在一起，你不担心呢？就小心眼儿。他根本就不会拒绝，你知道吗？这人家就是要求什么东西他都同意。你快拉倒吧。都是为了他家孩子，就说不是我要求什么东西。不是，这位男士，我觉得他跟他孩子见面是没有错的。是没有错的。但是这位女士，就是说你以前惯着他没有毛病，但现在再整这些事儿，这让人很难受。那就因为喝酒这件事儿，你俩是闹得很大吗？很大。那是不是根本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喝酒，以及他对你死缠烂打？对呀，喝酒，那喝酒就是个很大问题啊，不让你睡觉。这事他现在没解决呀。接下来解决了吗？这喝酒有没有约束的空间呢？现在解决了，现在我发朋友圈就是忌酒了。官宣戒酒，但一时的感觉不是长久概念，所以今天开始不再喝酒。再次写错了啊！认识我的人看到我喝酒，可以直接找我兑换500元现金。那装都会把你心挽回，他也会装啊。那谁知道是真是假？你觉得这个是装的？还有其他的原因吗？还有其他原因，就是说，包括他的家人吧，因为他的家人和我前夫还是认识的。他和我前夫也认识，他母亲那一块对我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看法，就包括在南方做生意的时候，他妈有的时候就会来电话，私底下跟他讲，我前夫跟他家人说，我早晚会跟他复婚的，然后就包括就每一年过年。那你说老人很正常的在那块，你说我投资这么多钱，我把我的孩子放到一边，然后给你养孩子，但是你呢，你每次最可气是什么？就是他这个给他家孩子买衣服，有一年买错了。就同款的羽绒服，不同颜色的买了2、3件，然后就发错地址了，发到我母亲那儿去了。我妈拿出来一看，这谁也穿不了。没给你女儿买那3件都是给他儿子买的。对，里面有他女儿的，因为孩子长得快嘛。大冬天的东北也特别冷，我买的长款的，他妈就认为那个大号也是给我儿子买的，就处处针对我。那你妈为什么不说我？一到过年的时候，我都给他爸一买4、5双鞋。他妈我碰着好的鞋衣服我就会买，因为我本身我也爱买，我对我妈好，同样对他妈好，爱屋及乌嘛。那你妈这些怎么不记得呢？他根本也是没说什么，是不是？这老人肯定他有老人顾虑。你们俩能结完婚再这么吵架吗？因为你们两个刚才吵架的状态就是普天之下85%的夫妻吵架的状态。但是大姐，我想问啊，也代替大哥问一句吧，您会跟您的前夫复婚吗？不会，肯定不会。为啥说不会呢？前年
因为我身体个人的原因嘛，我手术了。那时候孩子上初中嘛，然后就要在离我家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搬家，给孩子整那个校区房。我就跟我前夫说，你把孩子领回去一段时间。然后我前夫就把我一顿臭骂，说你天天净这事儿。就是为什么没有复婚的可能性？就是因为他根本就压根儿没有担当，而且就是在我身体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还来骂我。你的父母对他满意吗？他母亲对我也不满意。他不喝酒的情况下，正常的情况下，我妈非常认可。我妈说天底下找不着这么好男人，所以就是因为喝酒这一点，对，我妈就说你马上离开他，要不我死了，我闭眼睛我都不放心。这是我妈的实话。现在你妈现在我妈不知道我俩在一起。所以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女生把她所有的担忧点都说出来了。今天她来到咱们节目的求助的就是说我是否要复合。我们先听听下面坐的2对一样跟你们有情感困惑的嘉宾，他们对你们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啊？我觉得吧，应该10年都这么过来了，就珍惜彼此，不要错过了。我觉得无论再怎么样想见我，你什么方法不行呢？有心的话是找得到的，没必要去上法庭这种，我觉得有点太过了，会伤到那个姐姐的心。我觉得大哥他以前不是爱喝酒嘛，改掉了以前的一些恶习，还有也为姐姐付出了这么多，应该珍惜一下彼此，应该复合吧。就是刚开始听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，其实我内心特别感动，特别是听到他们说10年的时候，因为我自己的婚姻嘛，跟他们相差太多，时间上。我确实觉得这位大哥真的挺不错的，但是我后面想了一下，因为我自身经历告诉我，就是对这个事情嘛，一个人真的很难改。所以我就希望这位姐姐的话一定要想清楚，不管怎么样的话一定要让自己开心。哎呦，我听着你有好多的委屈啊，说着说着都要哭了。而且听得出他是渴望爱情的。对，不是，因为我真的特别感动，就是他们10年了，然后还是这个样子。你才几年呀？不到1年。看来姑娘心里面有好多的事儿，好多的委屈啊。来吧，咱们情感疗愈团老师们支招吧。应该跟霍先生说吧。你看你的行为模式，也就是每次遇到这位女士，她自己的婚姻问题、前夫的问题也好、孩子的问题也好、父母的问题也好、跟你吵架的问题也好，你解决不了。我相信你真的是戒了酒，但是你戒不了的是如何跟她处理问题，你戒不掉或者你解决不了。所以你跟她自己在一起，你只能用给钱、付钱能换来你想要的人心吗？我觉得可能能换来他认为你是个好人，但是换不来他对你的尊重和爱，所以我倒劝你放弃吧。那对于女士来讲一样的，2个人都是有缺点的，那如果你觉得你接受不了你的缺点，也接受不了他的缺点，就分开。因为在我的观念里边，好的婚姻就是彼此包容缺点的。他要喝酒，我跟他说老公少喝点儿，咱有啥事儿咱好好商量，这不就能一句话解决了吗？如果他真想喝酒，你就跟他讲，老公走，我陪你小酌2杯，咱2个共同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。他在这跟你说，你为什么要去给你前夫买票？你就不能安慰他，对不起，我跟他买票了，今天我陪你去看电影，你也没做到啊。你们2个是在放大矛盾，而并不是在解决矛盾。好的夫妻是解决矛盾，而不是放大矛盾。所以既然你们解决不了矛盾，不如就此分开。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明白的一个道理，人和人在这个世界上相遇是有多小的几率，然后相遇之后再能相识再能相爱是多难得的一件事情。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看过一些动图，小的图片就是2个人怎么能够融合在一起，2个图案能够拼凑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图案，是双方都要舍弃的，都要牺牲的。我要为了他修掉我的棱角，他要为了我改变我自己的一些毛病。那现在我看到大哥他身上最差的一个缺点就是饮酒，当然这个酒会耽误事儿，这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。那喝酒的问题是一定的当务之急，我们发了朋友圈了，包括今天又上这个节目了，我们这么多人都在看，对，全国观众都知道了。你对全国的一个宣誓，你爱他，你对全国的宣誓，你为了他这些来改掉你自己的毛病，那你就要做到。还有大姐，这个男人，我觉得你是你遇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男人，世界上没有任何完美的人，我们都是，任何一个人都是，但是这个人反倒是很适合您的。但如果您跟他分开了之后，您有信心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吗？您看是不是摇头了？
包括大哥也是这样。您跟他分开之后，有信心找到比他更合适您的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还是要走在一起，就算再分、再怎么样、再争吵，过5年之后，说不定还会再在一起，所以没这个必要。我说点扎心的话，10年分不开是因为爱吗？是因为爱。10年分不开是因为习惯。不是啦。10年分不开，至少他们2个人是因为习惯。你想想，你不让我见你是吧？好，我把你告上法庭。还不让我见你吧？行，我让你强制执行。你知道在他的人生当中就有污点了吗？你知道他从此之后他就是有一个记录的一个人，他上过黑名单的。就是未来有很多的事情，具体的法律我不懂啊，但是我知道这个黑名单一定对他未来的人生是有影响的，对他的孩子甚至都是有影响的。你考虑过他的未来和孩子的未来吗？没有。所以那个时候你想到的就是自私，我就要见到他，我就要找到这个人，甭管用什么样的方法。这是爱吗？这不是爱。爱对方是我会考虑对方的感受，我会考虑对方的处境，我会考虑对方现在的心情和对方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状况。所以我不觉得你们10年分不开是因为爱，是因为习惯。而如果你们能够重新在一起的前提是什么？你们将这些矛盾不是改变，而是消化。如果你们内心没有办法消化的话，你们没有必要在一起。你为什么喝酒啊？有些人喝酒是因为得意，有些人喝酒呢是因为落寞。你喝酒是为什么呀？窝囊吗？窝囊吗？你看啊，你要是跟旁边这个女人结婚呢，可能你会窝囊一辈子。你的窝囊就来自于什么呢？只要她前夫和她儿子一出现，我就没有一次能找着做老公的感觉。你看啊，她现在都不挑她前夫毛病，窝囊吧。然后呢，第二个窝囊是什么呢？离婚都离了，只要拿儿子说话，一张电影票合着离2000公里都得买。有事儿不用商量，说一句你就得办去，你是他亲妈，对吧？对，窝囊吧。这10年每次窝囊没辙就喝酒，每次喝完了酒之后就变成罪过了。你喝酒是因为窝囊啊，知道他为什么喝酒了吗？做人懂点事儿，咱不能找对自己好的人欺负。我觉得这个大哥他永远都找不到在心理上的一个出口，包括喝酒，这些都是你在他的身上得不到一个当老公的位置。也许你有一天不喝酒了，但是你还会想找别的出口，因为压抑久了人就必定会爆发。哎呀，我真的很想劝你俩分，但是10年我不相信没有感情。你知道，就像刚才老师说的，10年可能是一种习惯，但是其实10年他也可以去跟别人去培养这种习惯，他没有。我相信他对于你来从骨子里他都是认可的。我觉得你要失去了他，你应该是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男人。10年，如果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，我觉得你俩顺其自然吧。实际上你俩已经过上了一个没领证的一个夫妻的生活。你们2个人也利用接下来的时间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好好想一想。女士，你可以真的听一听几位老师给你的建议，到底是不是要和好。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，和好只是第一步，男士要的到底只是和好还是要结婚呢？对吧？所以好好想一想啊。我们来听听别人的故事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我们交换一下，谢谢你们2位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杨22岁，来自广东，模特；轩轩23岁，来自湖南，模特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偶像包袱特别重，和异性总是没有边界感，还特别自恋，我真的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。那些都是职业需要，公司安排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一个男生在意自己比在意自己女朋友还多，他就不配谈恋爱。他也是做模特的，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我一下？他总是说这句话，他如果还一直这样的话，他就和他的女粉丝过去吧。就是没有边界感，然后和女粉丝们可能有点不清不楚的，是不是？就不止一点，我就觉得非常没有边界感。平时短视频软件他就爱发自己的帅照，然后就会引来很多粉丝去喜欢他呀。我也有做一个视频，就是有他粉丝对他的评论。
一般追星的女孩不都是这么说吗？什么这个是我老公，那个是你老公，这个是他老公的，对吧？这个你应该经常遇到吧？这个评论都很正常，也不一定是真的，而且有的时候是调侃，是开心好玩就好了。是的，对，是的，不必当真。最重要是在于这个人怎么回复。他回复的是，人家跟他说结婚，然后他就跟人家说结婚，还告诉人家自己坐标广东，然后我就看见了，我就特别生气。留联系方式了吗？后面还跟人家留了联系方式，但是是在别的软件。就离谱。对，这太离谱了。他有公开有女朋友这件事儿吗？没有，就是不公开我。因为就是公司给你的要求，我也不想这样。公司不让你对外公开自己有女朋友。对，但是身边的同学啊、玩得好的朋友啊、家人都知道他。有私下跟粉丝见过面这样的行为吗？有，榜一大姐嘛，出去见了面。我也不想去，那个公司他直接就是让我去。你不想去，你还弄个头发，你还喷个香水，你跟我出去你都不喷香水呢，还化个妆，好像是要去约会一样。我也不想去，就是那个公司，我也是刚进去。那你无限的满足公司的要求，那以后他万一提出那种无理的要求呢？那肯定是不会无限满足这种无理的要求啊。你这不已经属于有点无限了吗？那你觉得这个榜一姐姐她要求和你见面这件事情，她是什么目的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一些正常的聊天，两个人初次见面的那种聊天，就是尬聊。见完面还拍了个照，发了个朋友圈。他跟我的合照都不发朋友圈，我要发，他立刻把手机抢过去，就差点给我拿飞了。那拍的是什么呀？就是拍的这种照片，挺可爱的呀。这不就是他挺丑的，你挺好看的。搞怪的吗？这个是青春的样子啊。对啊，你好看，我很丑。他帅一点的照片，他会让你发吗？帅一点的发我朋友圈可以。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举动让你觉得不应该是男朋友做的事情？就我们现在不是都是做模特嘛，然后有时候我跟他被拆开了，因为他不官宣我，所以人家也不会去说想着把我们分到一起。然后他就跟别的女的搭档，我跟别的男的搭档，他在现场就跟人家嬉嬉闹闹，我就在旁边看着，他也不注意一点。而且那个女模特问他有没有女朋友的时候，他当着我的面他就说他没有女朋友。因为我觉得，假如我现在在跟一个女模特正在搭档，我跟她也是第一次见面，不认识。摄影师说你们俩说话就是动起来，就是这种，然后摄影师抓拍嘛。然后呢，他就问我什么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我不可能就直接这时候。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？这是我女朋友，就坐在那里看着我们，然后人家你们是专业的模特的话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呀。这个不是正确的，这个我们都是做这个行的，这个不对，这个显得你不专业了。对，好，妹妹还有什么受欺负的地方？就是他骗我，他跟我说那是姐姐，但是后面我翻他相册，我发现了聊天记录根本就不像是他的亲姐姐，但是他骗我说是他亲姐姐。我当时就觉得他把我当傻子，他还跟人家出去吃饭。他把几个人都当成一个人了。所以有几个人呀？有一个姐姐啊，就是我的表姐啊。然后呢，她说的那一个，我备注的是一个姐，但是呢，她是我一个之前玩的很好的朋友，我跟她在一起之后就没有联系了。所以你们的聊天只是停留在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前，对吗？对，然后她当时不知道在相册，可能是手机有时候放口袋自动截屏啊什么，我都不知道，她就在相册里不知道哪里翻出来的。是这样的吗？她在跟你在一起之后和这个姐再没有联系过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联系，但是我不懂的是他为什么要骗我。我清楚的记得他跟我说是他的亲姐姐。这个时间是在你们两个人交往之前的时间吗？在一起交往之前，认识他之前的几个月前。你们当时这么暧昧，我真的觉得不是普通朋友。不是，就是当时是跟那一个朋友认识好久了，然后呢，那为什么要在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人家备注改成姐姐呢？还告诉我是亲姐姐。然后也经常一起，就是很多年也经常一起出去玩啊，一起出去吃饭，一起出去喝茶，然后呢也会把我一些帅哥朋友啊介绍给他呀，就是这样子，关系真的很好的一个朋友。我就不想让这事情那么复杂，跟他决定好好谈恋爱，在一起之后呢也没联系了。我们先暂且听你的理由，听到这儿啊。那姑娘，你还觉得他对你有其他不好的地方吗？就是有一回聚会，然后当时他是已经确实是喝醉了，朋友们走了之后，我上2楼去拿东西，那个楼梯上很多酒，我就直接从那个2楼摔到1楼，然后我就尾椎骨磕的就很痛，起不来，我就叫了他半个小时，他都没有理我，硬撑着起来之后，我就很生气，我就把他踢醒了，我这么大动静你都听不见吗？然后他就看了之后，他说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我现在是2楼摔下来。我觉得那时候我的男朋友你都看我都这样了，还说这种很风凉的话。
我当时就是喝多了，第二天看到这样子，第一时间就带他去医院了呀。然后卧床的时候你有好好照顾他吗？卧床的时候我也有，就是有好好照顾他呀。哪有啊！我有一回我想喝水，我就非常渴，因为我叫了他快1个小时都叫不动他的，一直说马上马上马上，然后他就还有这么夸张啊？本来就是，然后他就一直不理我，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去倒的。你现在就只看到这些，然后去放大给老师们听。我在外地拍摄拍到晚上，然后呢你说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直接本来是第2天的票，然后呢我当时直接改到晚上，然后呢也没有票，我只能硬坐回来10几个小时，因为就是他受伤嘛。就是我那天是头疼的，一晚上睡不着，然后我也没舍得半夜打扰他，我就等他早上醒来之后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打了1分钟不到，他就说要陪爸爸妈妈出去了。然后就是我平时跟他吵架，吵到就是我情绪崩溃在那里哭，他就直接把我电话一挂，跟朋友出去喝茶，喝了半个小时之后才回来跟我继续说。所以你觉得他不在乎你？他也不会在朋友面前维护我，很没有分寸感，就经常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。一开始我也是想着大家以后还要一起相处，然后又是他的朋友，我也都会忍着。但是我有时候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就会很委屈。他朋友会开你什么玩笑啊？就跟我说什么在我不在的时候带他出去跟别的女生玩。那是他们呀，不是我呀。他们那物以类聚呢？你跟他们待久了。我只是跟他们一个寝室，我怎么就物以类聚了呢？这个轩轩呐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人在恋爱当中啊，人得知道认输。如果我所有的热情都给你，所有的忠诚都给你，所有的温柔都给你，我在你那儿依然不被重视，这个时候你就得学会一件事儿：我认输了，咱拉倒吧。如果你勇于说出我认输了这4个字，你会发现人世间真的忽然间变得好温柔。你除了觉得他不关心你，你们2个人真正在交往的过程当中，还有其他让你觉得这个男生不适合当男朋友，或者让你伤心的其他的点吗？他前段时间拿着我辛辛苦苦赚的钱，他就拿去买东西了，完了我还不知道。我当时也没有拿这个钱去乱花呀，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开始一起住了，然后呢他这个钱到我这里来了。你就说那个钱拿来干嘛用了吧？都是一些家里面的生活用品，就是必需品，用完了我去补充，因为当时我身上没有钱了。你就只知道那个纸巾一直抽一直有，那个沐浴露一直摁一直有。好，你们2个人今天来到这儿，目的是要和好解决问题，还是说我要分手？我就想让他改变一下，不要和异性就是没有一点边界感。男生呢？我也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呀，因为毕竟工作也是为了我们这一个小家，我们现在这样子可以更好的走下去啊。来，我们听听过来的人，觉得这小年轻他们俩能继续吗？大好的青春年纪就应该是青春的模样，然后青春的模样就应该天天开开心心的，不要把大部分的好时间都浪费在天天就是他心里有没有我呀。因为我觉得这是以后你慢慢人生的阅历，你每走一步都该经历的。你现在过早的就是说天天就沉迷于这样，我觉得浪费时间了。我是想对男生说，选择一个女生的话，担当还是比较注意点。因为啥？这个女生你也想真正喜欢她、真正爱她的话，任何的事情都希望去包容。而且我刚才也听你俩说了，说这个你又跟这个什么其他姐姐吃饭，其实蛮可以带着她一起嘛。好，我们来听听我们情感疗愈团老师的建议啊，来吧，周老师。反正我就想对姑娘说，女生真的是因为可爱才会被人爱，可怜的女人绝对没人爱。你想得到爱，无可厚非，所有女人都想得到爱。但是有一点，我们要得到的是有尊严的爱。这个尊严首先是你自己对自己是自重的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男生不好，他没有底线，我说是没有底线哦。什么叫没有底线？他不应该去跟所谓的榜一大姐吃饭，他不应该因为公司的强烈要求而做一些他自己认为没有道德的事情，他应该拒绝。我们可以有尊严的赚钱，但我们不能没尊严的赚一些钱，对吧？如果你认为他真的没有尊严的话，你照理就讲这件事情就好了。出去吃饭是不可以的，但是你听听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打扮那么漂亮？你跟我在一起都没有打扮这么漂亮，你跟他吃饭你要打扮这么漂亮，你不觉得你丧失重点了吗？重点是价值观，你的这个价值观是不对的，你这个行为是真的严重错误的，偏离了我的价值。你讲这个就好了，你说那么多干嘛？你们吃饭又会聊什么天？你会怎么跟人说说笑笑的？没意义。
那你如果觉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人，转身走掉就好嘛。我们所有女生最开始买衣服，没有人知道自己适合什么衣服，一定会试错。我今天买了双鞋子，超级好看的鞋子，回去打脚特别难受，怎么办？天天抱怨你这个鞋子为什么这么挤脚，为什么这么打脚？我穿着你虽然很好看，但是太难受了。你与其抱怨，不如把这个鞋子扔掉。就花了钱就花了钱啊，时间也好，钱也好，有些时候就是给我们成长的一个成本。所以不要去抱怨了，把自己变得可爱一点。你说他无非就是让他关爱你，但他做不到你想要的，那不如就离开，好合好散。也许对你来讲，就是让你知道下一次你该选什么样的人。我觉得你们两个完全没有是为了对方在做什么事情，反而都是在为了自己。没办法，你们两个是小朋友嘛，小朋友在青春的时候恋爱，就是会要经历这一些。青春是甜蜜的，是苦涩的，是多姿多彩的，反而你选择了哭泣。我觉得不一定是要哭泣的，有的时候不适合，你们两个没有任何的约束，我们可以选择另外的人再去接受，再去感受。早晚有一个人是会适合你的，这个世界上早晚有那么一个人是跟你相守到老的，这是一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不要哭，然后男生呢，多观察别人怎么样需要你去爱。做一个男人是要有担当的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你任何一段感情都会出现问题，你们两个都是。青春也要有青春的爱情的样子，就像中国广电192就要爱一样，这是青春该有的爱情的模样。但是你们俩没有，你们俩完全没有青春恋爱当中的那种感觉，那种生机，那种朝阳，那种就要爱就要在一起的。因为青春的爱情不是说朝三暮四，不是说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。男生没有底线，没有边界，姑娘你以为你有吗？你也没有。他从线上可以跟榜一大姐发展到线下见面去吃饭，在你看来，你觉得要让他改，你觉得这事儿是改得了的吗？如果他是一个责任心或者说边界感或者说非常自重的一个男生的话，就算是公司安排的，我也可以拒绝，我宁愿没有这份工作，我也要我的自尊，因为这是男人的骨气。小伙子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想拥有好的爱情、好的人生，首先第一点是自己要爱惜自己。你如果自己都不爱惜自己的羽翼的话，你不会得到好的爱情的。姑娘，你也一样，你要爱惜自己。爱惜自己的方式就是远离不拿你当回事儿的人。只要你觉得这个男人他没有把你放在心上，你感受不到他喜欢你，他爱你，他珍重你，那就走。这是你看得起和自重的最好的方式和方法。你现在要做的是让他改。请问你刚才所说的以上的这些哪一个点是能改变得了的？这个是自驱力，而不是外力给他能让他改变的。所以姑娘，我劝你，你不是要让他改，而你要做的是要走。我问一下，那个轩轩，他跟外头那姐姐吃饭，他又喷香水又打扮，他跟你出去吃饭就穿一大 T 恤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没有。那如果他跟你出去吃饭，盛装打扮喷香水，他跟外头那个姐姐出去吃饭就穿了一个大 T 恤，你赢了，这时候你觉得你有意思吗？还是没意思啊，他还是跟那大姐出去吃饭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你跟他说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跟你的榜一大姐出去吃饭？他的回答是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你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所以你没发现你争的所有的事情，这个男人不如你意的时候没意思，就算这个男人如你意了，如你所要求的一切了，你没发现也是没意思吗？所以你今儿他听你话没劲，不听你话没劲，咱们好好的青春年华谈个有劲的恋爱行吗？弟弟，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刚刚步入社会，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需要留住别人，或者是要听公司的话，对不对？你才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的保证。但是我希望一个老爷们儿，你真的有一天要有尊严的站起来，挣有尊严的钱。然后我想对这个女孩说的是，青春这个东西来说，我也在回忆自己的青春，其实也有很多痛的地方，我很理解你。
但是我觉得你不需要在这个年纪把自己活得像一个怨妇一样，你俩肯定不会在一起，就是没有结果，你俩的爱情。但是我想还是能够记住这份成长吧。接下来时间你们坐那儿休息一会儿，要好好考虑考虑你们两个人的问题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二位，来，请。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，任先生29岁，来自江西，待业；郭女士29岁，来自江西，个体。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是如何看待闪婚的？我觉得谈恋爱谈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婚，至于是不是闪婚已经无所谓了。我觉得闪婚就像开盲盒，后面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全靠运气。请评价一下你们现在的婚姻。非常糟糕，我觉得他跟我结婚就是为了完成家里给的任务。结婚以来他总是唧唧歪歪的挑我的毛病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。他根本就不爱我，他只爱他自己，我真的跟他过不下去了。今儿是要来离婚的是吗？就是这个节目的话，多半是他想要来嘛，然后我心里是对他有很多的不满意。所以您的想法是直接奔民政局，来这儿没必要。也是有点想让他就是做出一点改变。哦，你们两个人是闪婚。对。哦，那讲讲吧，你们俩怎么闪的？是去年的10月份，就是回老家嘛。当时我家觉得我年纪比较大了，就催着媒婆呀介绍他认识。当时的话，我跟他是相处了1个来月吧，后面就闪婚了。那你跟他相亲，你看上他了吗？喜欢他吗？还好吧，当时的话是觉得他这个人就比较老实，然后应该没什么坏心眼。那男士你看上他了吗？相亲的时候？感觉还是可以吧，也就这样领证了。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？其实你们相互都没太看上对方，只是因为迫于家里的压力。毕竟也27、28岁了那时候。他其实婚前跟婚后变化特别大。首先的话，我觉得他对异性完全没有把握一个度。像有一次哈，我在他手机上嘛，会发现他经常跟异性啊，就是聊天问候啊。然后我还看到他给女性转钱，转了600多。我当时就特别无语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什么意思了？那些都是我结婚以前认识的朋友。当时他刚刚好是家里有点事情急用钱，我没想这么多。那你转钱的事情，你这个事情没有跟我说呀？你提前有跟我说吗？再一个的话，我是你老婆，你平常也没有怎么转钱给我呀。我怎么就没转了？我发了工资，不是大部分都是转到你这里了吧？更何况我一个大男人，连用个几百块钱都不行吗？这是几百块钱，这是你大男人的问题吗？我在乎的是你根本不尊重我。你发现他给这个转钱的女生聊暧昧，是在你们婚前还是在你们结婚？是在婚后。婚后2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子了。有多暧昧啊？就是他跟对方问早安晚安，然后还关心对方的身体，还有家里人怎么样。您要不要解释一下呀？解释一下吧。我是吧？啊，又是以前的同学吧？拉倒吧，我跟我表姐都没这么问过。姐早安啊，你烦不烦啊？您说明白了，您是跟他以前恋爱过？本来就分隔在两地的，我在广东嘛，他是在老家这样子的。你看他就不回答问题的根本。他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本，这要不是分在两地呢，那就是恋人关系。您承认吗？可以这样说吧。就是我还会看到他手机嘛，社交软件上经常会看到他给一些视频点赞啊。那些视频的话，都是一些比较好看的异性，那都是手机 APP 上他自己要弹出来的。哎，经常一般都这么说。大数据知道你喜欢看这个，大数据都给你推送你的最爱啊。然后线下的话，你像有一次的，我跟他是骑车在外面嘛，就是我会发现他眼神就是一直在看路两边的一些女的，全身打量的人家身材呀、衣服啊。就您特喜欢看美女是吗？也没有，只是瞄一下。瞄一下，瞄一下，不敢直视。就是在这个男女关系的这个问题上，这个男生的边界确实是有问题啊。除了就是这个问题，您觉得在你们两个人的婚姻，你还有什么特别不满的地方？就是我完全都感受不到他爱我。那时候也是结婚这个喜事嘛，我们在街上逛街，看上一件衣服，我特别喜欢，
然后也是大红色的喜庆呢，就想着说跟他说啊，我们就买吧，买这件省得逛了累了。但是他呢，硬是不给我买。那衣服是比较偏长一点的，看着是比较别扭，跟他说了那个衣服不太合适，他就在那边耍起脾气来了。而且你们不知道的是，他当时还嘲讽我说我长得像矮冬瓜，因为我个子比较小嘛。你说哪有哪个男的，哪有自己的老公这样在外面说自己老婆的？您还记得那衣服多少钱吗？200多块钱，一个200，一个600，搁我也过不去。对，他那会儿是不是还不知道这？你那会儿是不是还不知道这600块钱的事儿呢？没有发生，在结婚以后的。哦，对对。那我想知道后来买了吗？到后面我是把那衣服给买下来了。你买是买了呀，但是你买的性质已经变了呀。那你为什么要忍呢？因为这个事情吵架嘛，双方的家长也是在劝呢，然后双方家长啊，就是各方面的亲戚还有酒席都通知了，直接分开或者怎么样的话，就大家也不好嘛。后面也是自己忍下来了，结了这个婚。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的婆媳关系不会好吧？是的，有一次嘛，就是我们大家都身体特别不舒服了。然后婆婆就是她妈妈蒸了梨给我们润喉咙的。当时的话我们4个人，但是婆婆只蒸了3个梨，婆婆还直接问我一句你吃吗？然后我看到只有3个梨，我就说我不吃，她就直接把那个梨给了她，还嘱咐她趁热吃，然后她就直接吃起来了，她也不管我的。不是，那你婆婆问你，你就直接说我吃嘛，对吧？如果这事儿啊，要是婆婆问都没问你，那我觉得这婆婆有问题。但是前提是婆婆问了你了，说你吃不吃，你自己说不吃的，这你怪不着别人啊。我也不是说很想吃这个梨，是她没有考虑我，她也完全可以把梨分给我一点吃。好，那我问了，那在婚前你跟婆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？婚前的话，我感觉他们其实都特别热情。你像有一次哈，就是我没有带我自己家的钥匙，然后跟他打电话，刚好他在，他就去把我接到他家。那天在他家住了1晚，他妈妈还给我铺床啊，整理被子，还给我倒水啊，这些。相比之下，现在就感觉反差特别大。你们2个人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吗？现在没有，现在在广东。那现在没有跟婆婆在一起了，是不是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呀？不会，就是他拖延症特别的厉害。有一次吧，就是我做好了饭，叫他起床吃，叫了半天他也不起来，我就等了好久，那个饭菜都凉掉了，他才起来。那时候本来就感觉不是怎么很饿，不怎么想吃，就是经常性的很拖延，包括他出门啊，临到出门的时候，他就要去解决上厕所的问题，总是这样。拖延你受不了，还有什么你受不了的？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商场里逛街哈，逛着街，然后一转头就发现他人就不在，找不到人了，我就特别着急。那时候是那店里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凳子，我就站在店外的按摩椅上坐了一下。其实我感觉逛街的话完全可以站在旁边，或者说他告诉我他在哪个地方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呀，我一出来他人就找不到了。打电话呀？打电话其实也接不到，就是他在玩游戏啊，他就不接。我想问你一下啊，姑娘，就是刚才我就记得在霍先生他们在台上的时候，你在说他们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就两眼泪汪汪的。你觉得你最大的委屈的点在哪儿？就是我感觉吧，我其实内心真的挺不想跟他过的，但是周围很多因素嘛，又不是说能马上的就分开。有什么样因素让你不能结束呢？就家里了，因为说白了那个就是结婚嘛，就男方会给女方家。然后再一个就是面子的问题。男方会给女方彩礼是吗？是的。彩礼多吗？10多万。你是害怕要退这个彩礼吗？不是，就是父母的方面的意思。就是父母不想退这个彩礼是吗？有点。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嘛，我父母他们的思想嘛，就是比较古老的，包括就是一些面子上的问题，我觉得无所谓，但是我父母不是这么想。一方面彩礼的原因，还有就是面子的问题。我们听听别人的对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，好不好？他俩属于当时相亲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好就在一起了。像这个600块钱这个问题啊，就是经常发生的话，我估计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在一起。这在您身上是肯定不会发生的。对，永远这辈子不能。那你既然你爱这个女人，你非得要出去弄些没有用的，就没有必要了。其实我要劝劝这个女士，既然说是不想跟人过了，那直接退人彩礼就完事了。就觉得吧，结婚一定是在建立在爱的基础上，哎，不爱就没必要。是的。
那你觉得他转600块钱那事儿你怎么看呀？就是你拿着夫妻共同财产给别的女人转钱，那肯定是不行的呀。那他要跟别的女人吃饭呢？确实不对，我也承认自己的不对。好，认识到这点就行。认识，敢于承认就是好孩子。来吧，周老师。郭女士，我相信其实到现在，其实你最迷糊，对吗？你觉得自己这么久，1年多了，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爱，你觉得你为这个家也付出了，也想做很多事情，也希望他对你好，但是你还是没有得到，想不明白。对，那我让你想明白，你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做别人的工具。首先，你做你父母的工具，这么大年纪了，该结婚了，再不结婚，我们老脸没地儿搁了，赶紧结吧，结了婚还能收一笔彩礼呢。这个彩礼你甭管我怎么用，反正这彩礼我是要的。所以这是你自己的纠结，你觉得从父母那儿拿不出来彩礼钱，你父母不会帮你还的，因为你只是他们一个好面子的工具，你无权做主自己想找什么样的人。那第二个，在婚姻关系当中，你认为你既然被迫结婚了，他就应该爱你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既然选择跟你结婚，就应该无条件爱你，你喜欢什么样的衣服给你买什么样的衣服，无论你选的东西好不好，他都应该无条件的接受和包容。你认为那是爱，但是你发现没有，所以你难受，想离不了，想好不下去。另外还有一个，你结了婚了，关于离的问题，不想吃就不吃，我不想吃，想吃就说对，我也想吃。如果你再考虑一下大家关系，来3个梨，我们4个人分来吃，更和气啊，所有人都吃到了，所有人都不亏。既然你讲公平，那不应该这么做吗？但是你口是心非，所以你给了别人让你不开心的权利，你给别人的吗？所以现在为止，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你的婚姻既然过不下去，就离了吧？至少在还彩礼的这件事情上，你可以找回你自己想要的权利。我不喜欢这个婚姻，我曾经没有办法抗争，但是我现在可以，因为我可以想办法，无论是工作赚钱也好，还是先借了，以后再慢慢还也好，我先把这个钱还了，我还我一个自由身。当然你还可以跟他们协商嘛，彩礼到底有多少？因为你们肯定还有共同用的部分，还有你们家给的部分嘛，所以协商完了，该你想要争取你自由的时候去争取。但是你别忘了，如果未来你再要选择一个爱情或者一段婚姻的话，你首先要选择的是你如何先好好爱自己。我觉得这个话题放在你身上太合适了。192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含义是在于相信爱，相信爱里边不仅是相信别人能给你爱，你最重要相信自己能给自己爱。你不爱自己的时候，永远不值得别人爱你。所以既然要离，大方方离吧，不要纠结了。就是离婚吧，就很直截了当。你自己觉得自己很有理的一个事情，为什么到台上变成没理了呢？可能有的时候你处理的方式不对，能感受得到你是非常期待爱情的，但在这段婚姻当中，你没有收获到任何一星一点的爱情，甚至还会被别人说一些不好听的话，还会有来路不明的600块钱的转账。这段婚姻没什么你可以值得留恋的。同时弟弟妹妹，你们看了，你们在台下在台上的时候看到的是爱情的问题，同时爱情的问题解答完之后，回归到生活又会有婚姻的问题。所以人生一路都是在修行，同时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成长，越过这套坎儿，下一个也许是个坎儿，但是总会有阳光的那一天。所以我们期待阳光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一步我们勇敢地跨出去。你看我们192让爱相连，但是感受不到你没有任何相连的东西。任先生啊，选择好了之后再开始婚姻，人家好好的一个姑娘跟你在一起结婚了之后，你这样对待人家，你给女人足够的安全感跟陪伴了吗？什么都没有。那你没有什么资格来挽回这个婚姻。所以郭女士，我觉得好好的，发生了问题解决了问题，现在发生了问题退回彩礼，我们再做友好的协商，和平分手。你们两个没有爱情，还来保卫什么爱情？其实你们2个人本身的问题，我并不想给出任何一个确定的答案，因为我觉得给出了确定的答案也未必执行得了。所以我想通过你们2个人的这个故事，跟所有现在电视机前正在收看节目的，在面临婚姻，要即将选择婚姻，以及自己的孩子正在面临不结婚啊，
或者在婚姻问题上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的这样的父母说一些话。婚姻不能用年纪来论，婚姻是特别神圣的一件事情，是生命对生命的托付。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不是亲人，却胜似亲人。他们两个人要一起迎来共同的孩子，也要即将一起送走两边年迈的父母。而现在大多数的人把婚姻看得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也非常的随意和轻易，就会觉得你们到了这个年纪了就必须要结婚。可是结婚的条件是什么？婚姻的本质是什么？压根儿都没有搞清楚，就稀里糊涂的把自己的人生托付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你们两个人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，一点儿都不为奇怪。闪婚没有问题，有闪婚过得非常幸福的。但是他闪婚的条件是我们两个人相互非常相爱，我们真的喜欢彼此。而你们明明没有爱，偏要凑在一起。好，凑在一起，我们大家相互迁就也可以，你们一点都不迁就对方，都在这段婚姻当中要的诉求是我舒服，我开心，我不管你的死活。所以干嘛呢？你们真的就是一个催婚下产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面教材，特别好的给大家揭示了千万不要催婚，千万不要逼婚，千万不要因为年龄到了就必须要找个人结婚，就是这样啊。您来到爱情保卫战还是想把婚姻延续下去吗？我想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妻子呢，因为她父母的面子问题，因为对退彩礼的顾虑，就算今天你从爱情保卫战回去，有可能她依然离不了。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周围亲戚朋友的催促之下能结婚，你们周围亲戚朋友的舆论场是有多强有力，所以回去之后，你别看他现在哭成这样，回去之后结婚的时候就是一没主意的，离婚他也不一定有自己的主意，弄不好离不了。我就问你一下，你是男人啊，你是男人，我问你一下，以你和你妻子现在的感情状态，如果你们两个有了一个宝宝，你觉得你和你妻子的感情状态对这个宝宝的成长会不会有影响？应该会有一点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不离，谨慎要娃。首先，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对自己有误解的人，女方对自己有误解，没有客观的认识到自己，觉得你就应该把梨端在我手上，然后求着我吃，我就是个矮，你也不能说我的毛病，也不能说这个裙子我穿不好看。这位男士呢，我觉得你也是对自己没有客观的认识，你们俩谁也没看上谁，没有爱，也没有试图培养过爱，装都不想装了，连爱的原动力都没有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好说好散。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二位思考。同样，其他两对嘉宾也是一样的，留给你们思考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好好想完了之后，做出慎重的决定。好，感谢三组嘉宾，请你们回到门后。那大家做个预测吧，这三组，第一组是这个黑龙江的霍先生和魏女士，就这个分分合合10年，他俩这个是否要继续复合？我希望他俩能出来，因为我相信10年他是有爱情的。就是他们两个人结不结婚，在10年其实就差一张纸了。对，他们俩连吵架都是两口子状态。他俩会出来，但他俩以后还会继续吵吵闹闹，但可能这也是一种婚姻模式。就是婚姻形式有很多种，婚姻模式、相处模式也有很多种，不代表都是要温温和和。有些人可能就是一辈子非得要吵吵闹闹，但是他们就得吵闹才能见到他们的爱情。可能他俩还会再继续分分合合。来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还牵着手出来。你俩决定复合了是吗？就算是复合吧，考验那一段时间真的是久，彻底气了，然后也比以前有上进心了。你这个太没力度了，都拉着人家手了，还说考验人家一段时间。他是拉着我的手，都10年了。然后要是真的很就是可以的话，我俩就来年登记。好，那就祝福你们啊，共同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，来吧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祝福。
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总之，不管未来结局怎么样，珍惜你们这些时间吧。谢谢你们啊，再见。接下来就是这对年轻的小情侣了，小杨和轩轩，你觉得他们两个人？我觉得一定不会出来的，而且这个女生通过这一次我们跟她的聊天，她已经成长了。我估计不会出来了。我也希望他们不出来，但我感觉俩人还会出来。对，我也觉得他俩还会出来。那看因为雷老师，女生她是属于那种动物，她喜欢，她不需要旅游。你越对我不好，我越要主动。看结果吧，看结果吧，看结果。来，一起看我们第2对的答案，请开门。呀，真没出来。没出来，挺好，没出来，挺好，挺好的，挺好。好消息啊，确实没说明那个女生成长了。可以，但这只是在这儿，后边不一定。总之，希望他今天来到爱情保卫战有所收获，是的，对吧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对，就是任先生和郭女士了。他俩这个事儿啊，我真的是觉得真应该离，没有过的必要，离吧，对吧？对，别出来，别出来，出来我都头疼。我不支持他们继续，但我感觉他们会出来，是怎么回事呢？那别呀，看一下，别呀！揭晓结果之前，我再说一下，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-2360-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咨询报名。记住，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，小心受骗。来，我们一同来看第3组情感嘉宾的结果，请开门。挺好，没出来。挺好的。唉，松了一口气。希望真的他们来到爱情保卫战这个舞台上，不光是找到自己未来的感情的方向，最重要的是找到人生的方向，从此认清自己需要什么。这个比找到爱情，我觉得更重要。爱情保卫战，下期再见。